为了不让自己乱花钱，他将信用卡冻进了冰箱。可购物瘾来了，怎么也挡不住。他疯狂用鞋跟敲击冰块，又找来吹风机加速融化，使尽浑身解数后，女孩终于将卡拿到手。接着，他跑进了奢侈品的促销活动，抢购的人群如丧尸般涌入会场。丽贝卡挤在一群贵妇中间，心里却默念起了自己的原则。So, that's all. I'll buy these and these alone. 他坚定地拿着羊皮手套离开，但一双打着的靴子又勾住了他的目光。这是当红明星的同款，看到价格后更加让他心动不已。丽贝卡的内心反复挣扎，不断询问自己真的需要吗？ No. Ginny put your boots! Oh, I'm so sorry. I had him first. I know, but you put them down. No, I know I did, but I saw him first, so I'm gonna take him. Yes, but then you took your hands off. 丽贝卡宣示了主权，但女人依然不肯放手。为了一双鞋子，两人在大庭广众下相互撕扯起来。最终丽贝卡赢了。可冷静过后，看着这满满一大堆的奢侈品，她只感到内心的空虚和懊悔。丽贝卡变成这样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，就很羡慕同龄人能拥有公主鞋，而自己只能穿便宜实用的老土鞋。妈妈只在乎商品的性价比，却不关注女儿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。于是成年后，丽贝卡开始了报复性消费。相较于8块腹肌的帅哥，她更痴迷于橱窗里那些闪闪发亮的饰品。而她买东西根本不用钱，12张信用卡就是她实现愿望的魔法卡，只要轻轻一刷，就能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。她享受这种刷卡的快感，只有看到长长的账单时，才能让丽贝卡清醒过来。此时，她已经欠下了好几万的债务。然而，当记者的收入完全负担不了开销，于是她决定去最顶尖的杂志社工作。可在去面试的路上，丽贝卡无意间透过橱窗发现了一条特别的绿皮筋。随后，她鬼使神差地走进商铺，可理智告诉她，自己还有一堆的账单等着还。她转身要走，模特却突然张嘴说话了。Then again, who needs a scarf? The point about this scarf is that it would become part of a definition of your psyche. It would make your eyes look bigger. It would make my haircut look more expensive. 当你特别想买一件东西时，就会为自己编造无数的理由。就这样，丽贝卡满心欢喜地来到柜台付款。她掏出身上仅剩的50美元，又刷遍身上所有的信用卡，却还是不够。情急之下，她冲向街边的热狗店，一路插队到队伍最前方，想要拜托老板兑换一张支票。老板忙着做生意，没空搭理她。她又谎称自己是为了买围巾救人，要赶去医院送给病重的姑姑。旁边排队的男人听到一时心软，直接掏出20美元递给了她，随即转身离去。丽贝卡觉得难以置信。Thank you! My aunt will really appreciate it! 戴上绿围巾的丽贝卡底气更足了。她来到杂志社参加面试，却被告知岗位已经招满。好心的前台悄悄提醒她，可以先去隔壁的财经杂志社，两家都是兄弟企业，或许还能得到内推的资格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面试官竟然是那个给她现金的男人。丽贝卡慌乱地将丝巾丢到身后的工位下，假装淡定地坐到了卢克面前。两人都认出了对方，简单的寒暄后，开始了正式的面试。面对卢克的专业问题，作为理财白痴的丽贝卡根本答不上来，只能硬着头皮乱扯。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刻，卢克的助理走进了办公室，好意地将绿围巾还给了丽贝卡，场面一度很尴尬。丽贝卡也只能识趣地离开。可祸不单行，回去的丽贝卡又被同事告知公司已经倒闭了，她也被动失业，面临桌上厚厚一沓的账单。丽贝卡只能借酒消愁，试图麻痹内心的焦虑。 They said I was a valued customer. Now they send me hate mail. 为了尽快摆脱困境，闺蜜建议她给时尚杂志社写一封自荐信。丽贝卡本身就对时尚有着独特的理解，所以写起来也算得心应手。但她还不忘给卢克写了一封充满讽刺意味的信来出气。失业的丽贝卡和父母逛起了旧货市场。就在这时，她接到了卢克打来的电话。原来是他一不小心把2封信寄反了。卢克看后觉得他角度很独特，决定正式录用丽贝卡。就这样，花钱大手大脚的丽贝卡阴差阳错地去到了财经报社上班。入职的第1天，卢克就安排他写一篇金融利率的报道。毫无金融知识的丽贝卡根本写不出来。她正打算上网拼凑一篇来交差，却又被卢克发现。 Did you just type good angles on APRs into Google? 没办法，为了让丽贝卡找回写作灵感，卢克带她去听了一场金融讲座，手把手教她怎么写好一篇理财报道。她答应了卢克，在今晚3点前一定会交上让她满意的稿件。可一转头，丽贝卡就被飞来的促销广告吸引，瞬间投入到疯狂购物的快感中。然而满载而归的丽贝卡拿起身旁的羊绒大衣，才发现她费劲抢来的羊绒大衣也不过是廉价的聚酯纤维制成的。她渐渐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这些奢侈品真的物有所值吗？于是她用购物狂的行为来解释投资，并以绿围巾小姐为名发表了文章。没想到这篇文章竟广受赞誉，杂志社也跟着知名度大增。
就在丽贝卡还沉浸在大家的掌声中时，债主的电话却打到了公司。I'm really sorry, sir. There's a man holding on line 2, and he says it's a matter of life or death. What's his name? Derek Smith. 丽贝卡的过激反应吓呆了在场的所有人。为了隐瞒真实情况，他谎称对面的债主是纠缠不休的前任，暂时打消了同事间的疑虑。为了不弄丢新找来的工作，丽贝卡只得向父母借钱还债。可话还没说出口，父母却兴奋地告诉他一个好消息：他们把存了一辈子的积蓄和养老金都拿来买了房车。We spent it! Every last cent! 而驱使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，正是他那篇文章。丽贝卡只觉得天塌了。不过他还要强打起精神，陪卢克来参加迈阿密的一个重要会议。因为丽贝卡的简历上写着精通芬兰语，卢克便安排他去接待芬兰的高管。可简历都是他胡编乱造的，他根本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。情急之下，他竟一巴掌甩在对方脸上，并说了句唯一会的芬兰语。Men like you are the reason I left Finland. 这大跌眼镜的神操作，竟无意间对上了高管的胃口。他就喜欢这种性格火辣的女孩。丽贝卡成了杂志社的红人，公司的销量也蹭蹭上涨，还为他拉来了许多广告赞助。可随着自己的知名度越来越高，丽贝卡却更加感到不安。他们受邀去参加时尚杂志的舞会，丽贝卡便带卢克去置办一身行头。本以为自己熟知服装的搭配，没想到对方却比他还要懂行。Actually, what I really need is a tuxedo, say 3 buttons, size 48 regular. A white dress shirt, I'll try the blue as well, and a black Vanice shoe in the size 10. 原来卢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，他的母亲正是隔壁时尚杂志的创办人。为了摆脱家族的光环，他才隐瞒身份来此创业。可面对卢克高贵的出身，丽贝卡却没有任何奉承的话，而是做出了中肯的评价。As an investment, you pretty much suck. What? You're a workaholic. You put in all these hours, but you don't reap the rewards. It goes into someone else's pocket. But you're a great editor. 丽贝卡这一番真诚发言，让卢克对他开始改观。两人也在这场意外的坦诚中越聊越投机。到了参加时尚舞会的这天，丽贝卡身着小黑裙踏进了舞会现场。她去到后厨准备帮领导倒酒，却被主厨喝令她赶快传菜。原来女孩和这里的服务员撞衫了。没等丽贝卡解释，她就被推到了尼克的桌前，转身时又不小心摔碎了盘子，导致现场一片混乱。丽贝卡在领导面前出尽了洋相，幸好卢克站出来替她解围，才化解了这场尴尬。丽贝卡郁闷地来到天台散心，卢克出现在她身后，贴心地为她披上外套。女孩很感谢卢克的救场，但她还是认为自己很失败。不过卢克却肯定了她的价值，在他的心中，丽贝卡是无可替代的。气氛烘托到这里，两人也情不自禁地相吻在一起，正式确认了恋人关系。丽贝卡收获爱情的同时，事业也发展得出奇顺利，因为她的文章通俗易懂，观点新奇，电视台也邀请丽贝卡来参加节目。为了在大众面前完美亮相，丽贝卡刷爆了信用卡，重金购买了件礼裙。接着闺蜜又拉她去试伴娘服，粉色的蓬蓬裙格外亮眼，但闺蜜却发现她又买了条新裙子。意识到丽贝卡还是没能戒掉购物欲，闺蜜便强制要求她去一趟戒断协会。丽贝卡只得带着2件裙子赶去。快走到门口时，她遇到了一个新来的戒断成员，为图方便，便拜托将裙子寄存在对方车里。不料戒断治疗开始后，此人才表明身份，自己是新来的戒断会长。丽贝卡的行为无疑是撞到了枪口。会长为了杀鸡儆猴，他要求丽贝卡把衣服捐出去，而女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件如此重要的衣服被人捐进了慈善店。等到戒断活动结束后，丽贝卡想要花钱赎回来，却被告知需要110美元，而她手里的钱顶多买下1件。一条是闺蜜定制的伴娘裙，一条是上节目的礼裙。 Which is more important? 在电视节目现场，丽贝卡穿着那条礼裙侃侃而谈，闺蜜也和男友守在电视机前观看。女孩新奇理财的观点收获了现场阵阵掌声，但一个男人的出现却戳穿了她的谎言。那人正是苦追多月的债主，他将丽贝卡为躲债编造的各种借口全部抖了出来。丽贝卡的公众形象毁于一旦，而卢克得知丽贝卡从一开始就在欺骗自己，他也失望地离开了。当你撒下一个谎时，就需要用无数的谎言去圆。丽贝卡含泪走回了家，但还好身边有闺蜜安慰自己，这本该是一个极其温馨的场面。然而下一秒，慈善店的疯婆子就推着一堆破烂走来，闺蜜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穿的正是自己精心挑选的伴娘服。这下好了，闺蜜也不再搭理她了。仅仅1天时间，她就搞砸了事业、爱情以及自己最珍贵的友谊。她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沉浸在悲伤中的丽贝卡回到了父母家里，看着女儿颓废的样子，父亲决定卖了房车为女儿还债，但丽贝卡却拒绝了。她不想父母总是为自己牺牲，她决定开一场拍卖会，处理掉自己所有的奢侈品。很快，消息就传遍大街小巷，卢克也得知了此事。
随后大批的购物狂来到现场捡漏，看着曾经被珍爱的商品被一件件拍走，丽贝卡很是不舍，特别是那条独具意义的绿围巾，那是她成名后的象征符号。众人一轮又一轮的加价，最后以300美元的价格成交，这远超她当初买下它的价格。但即使有再多不舍，她还是将这条围巾交给了别人。等把全部东西卖掉后，她才发现自己竟花了这么多钱在购物上面。丽贝卡还清了所有欠款，她赶到闺蜜的婚礼现场，穿着赎回来的伴娘服，闺蜜看着她祈求的眼神，还是心软了。两姐妹也重归于好，丽贝卡为闺蜜幸福而高兴，但同时她也想到了自己的感情，心中不免有些落寞。她独自走在纽约的街头，当经过奢侈品店时，橱窗里的服装依旧充满着诱惑，丽贝卡却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心动，她只是摇摇头，释然一笑。毕竟欲望永远都是填不满的。而就在这条路的尽头，她再次遇见了自己的爱人。这一次，她卸下了所有的伪装，以真实的面貌待人，而卢克则缓缓拿出了那条绿围巾。原来，他深知这条围巾对丽贝卡的意义，故意找了2个女员工去参与拍卖。看见丽贝卡是真的改变了，卢克也选择原谅了她。相爱的2人重新走在了一起。经常会有人告诉我们，对自己好点，你值得拥有这个。就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，改变了我们的消费观和生活态度。我们是真的需要吗？还是一直在被外界裹挟？但到头来发现，这只不过是商家的营销圈套罢了。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你拥有了什么，而是源于你内心世界的丰满。物质的堆砌终会过时，唯有真诚的情感与自我成长，才是人生永不贬值的财富。